听到这里，牛虻担心起了陈平的安全。怎么说，陈平也是为了救自己的儿子，才会来到飞虎城，然后身处险境的。虽然陈平的实力很强，可毕竟是在飞虎城的地盘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若是陈平有个三长两短，牛虻心里也不好受。牛虻，别想着让你儿子逃脱了，你现在败局已定，谁都跑不掉的。解仲满脸得意地看着牛虻说道。现在牛虻的8大护法几乎没有战斗力了，数万战兵也是死伤过半，整体实力并不是飞虎城的对手了。牛虻冷冷地看着解仲，满是疑惑道：解仲，你飞虎城历来都不是我犀牛城的对手，却没想到你短短时间，飞虎城的实力竟然能提升这么多。哈哈哈，我背后有高人，从此以后，我飞虎城不会再受你犀牛城欺辱，而且我还要当整个兽族的霸主。谢仲哈哈大笑着，牛城主，这飞虎城背后有神殿支持，而且飞虎城袭击了苍玄大陆，搞到了很多资源和努力，所以实力才好提升如此之快。白毅跟着牛虻解释道。牛虻一听，眉头不由皱起，解仲，你也算是兽族中有头有脸的城主，没想到却受人族控制，你还要脸吗？放屁，神殿的人可都是神族，他们不是人族，我怎么可能被小小的人族控制呢？苍玄大陆乃是人族最大的一片大陆，还不是被我掠夺大批资源和奴隶？以后不只是兽族，我要当整个天界一重天的霸主。解仲越说越兴奋，似乎马上就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了。就凭你也配？牛虻狠狠地啐了一口。既然你不服，那就再战！解仲暴喝一声，随后他手下的那些黑衣战兵瞬间一跃而起，直奔牛虻他们而去。迎战！牛虻见状，只能大喝一声。如今他们只有拼死一战了，别无他法。他失算了，没想到飞虎城的实力增长如此迅速，吃了大亏。可就在牛虻话音刚落，突然一阵虚空颤抖，紧接着2道剑光飞速斩过，犹如流星一般，瞬间从100丈外瞬息而至。2名黑衣战兵的脑袋直接高高飞起，然后重重地摔落在地。唰，同时又是2道剑光，又有2名黑衣战兵脑袋掉落。看到这一幕，解仲有些傻了，不明白到底是谁有如此手段。不过他打算出手阻止，如此下去，自己这些精锐战兵怕是都要被杀了。牛虻见状，则是大喜，在那解仲要出手的时候，也是一跃而起，不顾受伤的身体，爆发出最强的战力。轰！伴随着一声爆炸声，解仲和牛虻同时向后退去。而此刻，那些黑衣战兵已经死了10几个人，战斗力瞬间下降了很多。而且他们都没看清到底是谁动手的，人就全死了，简直就是秒杀。是谁？到底是谁？给我滚出来！解仲简直脸色大变，怒吼着。这时，陈平和胡麻子的身影慢慢出现，同时，那霍世子的身影也显现出来。看到这一幕，谢崇眉头皱起，霍世子，你……霍世子低着头，一言不发，不知道是被打怕了，还是失去了意识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牛虻见到陈平，赶忙上前问道。没事，就飞虎城这点实力，还伤不到我。陈平微微一笑道。贤婿没事就好，我可担心你了。白毅看到陈平没事，也是心中松了口气。陈平道了一眼战场，犀牛城的人伤亡惨重，而且士气低迷。怎么打不过那飞虎城？陈平问道。牛虻满脸尴尬道，飞虎城最近实力提升太快，说是有神殿在背后支持，我不是对手。成败乃是兵家常事，你帮我看好这个家伙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。陈平让牛虻看好霍世子。大哥，他们这多人，牛虻有些担忧。虽然陈平实力强，但对方毕竟是上万战兵，而且还有那么多精锐，就解仲的实力也是不弱的，尤其这个家伙还身怀魔功。不用担心，我干他们就跟碾死蚂蚁一样。
陈平拍了拍那牛虻的肩膀道。说完，陈平向前几步，冷冷地看着解仲，是你自杀，还是让我出手？小子，区区散仙境1品，你太狂了。解仲说完，手里又出现那黑色弓箭，然后拉弓搭箭，准备对陈平一击。靠，垃圾！陈平不屑，手里也突然出现一把弓。神王弓，陈平手里的可是神王弓，真正的神级武器，可不是解仲那弓箭能比的。只见陈平也是拉弓，很快一根金灿灿的箭羽出现。谢仲和陈平同时松开弓弦，嗖，2支箭羽同时射出，然后在中间碰撞到了一起。没有碰撞声，没有爆炸声，甚至连一丝空间颤抖都没有。解仲那黑色箭羽在触碰到陈平那金色箭羽的时候，瞬间就消失不见了，如同整个了一般。而那金色箭羽速度不减，拖曳着一道金光，直奔那解仲而去。轰！箭羽穿透谢仲的身体，速度依然不减。就这样，这支金色箭羽直接把飞虎城的大军在斩杀无数人之后，这才化作一片金光消散。在箭羽射过的区域，地面出现一道深深的沟壑，所过之处更是残肢断臂，死伤无数。解仲口吐鲜血，整个人跪倒在地，眼神中满是惊恐。他没想到陈平那一剑会有这种恐怖的威力，其他人也没想到，全都震惊地看着陈平。陈平自己却是一脸轻松。大哥威武！牛虻见状，高兴地振臂高呼。原本士气低迷，马上落败的犀牛城军队，此刻也都开始跟着振臂高呼起来。威武！威武！威武！犀牛城的军队士气瞬间高涨，一个个斗志燃烧起来。解仲缓缓起身，胸前的伤口处一团团黑雾包裹着，快速地修复身体。同时他眼神惊恐地看着陈平，手中握着一枚令牌，随后狠狠地捏碎了。他在摇人，这个时候若不摇人，怕是要彻底败了。同一时刻，在那山脉小城中，八殿大厅，霍昭正听着大长老的汇报，脸色铁青。自己儿子竟然被人劫掠，可大长老却不施救，跑了回来。店主，那2个人劫持着世子，其中一人是轮回者，实力很强，而另一个年轻人我却没办法看透他。不过能够知道那年轻人的身份，怕是比那老者都要尊贵。再加上他们手里有世子威胁，所以我没敢动手，就回来禀报了。大长老跟着霍昭解释着，也是在给自己开脱。那2个人是犀牛城的人吗？霍昭问道。应该不是，其中一人明显是人族，我估计跟着苍玄大陆有关，毕竟前段时间飞虎城刚刚劫掠了苍玄大陆的资源，抓了不少奴隶，这一次估计是苍玄大陆那边派人来解救，而又恰好赶上犀牛城攻打飞虎城，飞虎城的守备空虚。我查过了，那些人族奴隶都被人放走了，霍世子又在这个时候外出，然后被那些人给控制了。大长老闭口不提那牛奔的事情，看来苍玄大陆还有高手，竟然能够找到轮回者。霍昭眼神闪烁，不管有多少高手敢动我儿子，那我就灭了他整个苍玄大陆。霍昭满身杀气，而苍玄大陆却无故受到连累了。他们还不知道即将迎来神殿的报复。就在此时，突然大殿之中闪烁起红光。霍昭眉头一皱道：那解仲有危险了，真他妈废物，怎么连犀牛城都干不过，就这样子还想称霸整个兽族呢？说完，霍昭看了一眼身边的黑衣人道：你去边境看看，帮那解仲一把。遵命。黑衣人点了点头，随后身形瞬间消失。而是边境上，陈平冷冷地看着谢仲不断修复着身体，却并没有进攻。怎么样，你若自杀，还能留个全尸？又或者你现在臣服，把整个飞虎城并入犀牛城？陈平对着解仲说道。做梦！谢仲双眼一瞪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摇人了，马上就到。唰！就在那解仲话音落下的时候，
一道残影从天际爆射而来。只见一名黑衣男子手中拿着一把黝黑的匕首，落到了解虫身边。店主说了，你是个废物，让我过来帮你。杀谁？黑衣男子冷冷对着解仲说道。解仲虽然听着这话很不爽，但是寄人篱下，也只能忍受着。杀他！解仲一指陈平。黑衣人只是看了一眼陈平，二话不说就要动手。陈平满脸不屑，正要出手，却被胡麻子挡在面前。这种小喽啰，我来对付。只见胡麻子一拳轰出，轰！那黑衣人瞬间被逼退，而胡麻子冷冷一笑，身体瞬间消失在原地。黑衣人眉头微皱，看着胡麻子攻来，身体竟然开始虚化，最后划过一道道残影，从各个方向朝着胡麻子攻去。看到这一幕，胡麻子双眼微凝，紧接着口中念念有词，一道道黄色符咒出现。这些符咒在胡麻子周身环绕，胡麻子四周的空间瞬间颤抖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以胡麻子为中心猛地朝着四周激荡。同时那些符咒也如同长了眼睛一般，朝着那一道道残影追去。黑衣男子大惊失色，连连后退，但还是晚了。只见一张符咒突然贴在他的身上，砰！一声巨响，黑衣男子当场爆炸了，鲜血四溅。解虫人都看傻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八殿派来的人就这么轻松被杀了？胡大师一把年纪了，以后少装逼。陈平看着胡麻子那样子，不由得说道：我再装也装不过你，剩下事情就交给你了。胡麻子笑道。两人有说有笑，竟然完全不把飞虎城的数万大军放在眼里。解仲知道此刻只能以量取胜了，给我杀！解仲怒喝一声，飞虎城的那些战兵一个个怒吼着冲向了陈平。这些大军直接让天地变色。陈平和胡麻子两个人在这些大军面前真的是微不足道。牛虻见状，双眼一瞪道：所有犀牛城战兵听令，给我杀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。牛虻不可能看着陈平和胡麻子两个人去对付飞虎城的数万大军，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伴随着牛虻话音落下，那些还活着的犀牛城战兵全都怒吼着冲了上去，他们的斗志被陈平重新点燃了。战斗到最后一人，这是每个战兵的热血。杀！无数吼声响彻云霄。风仙和白毅对望一眼，随后也是挥动手里的武器，杀！混战再次出现。而此时八殿大厅中的霍昭面色阴沉的可怕，因为他已经察觉出派出的黑衣人已经死了。犀牛城究竟有什么高手，竟然连暗影都死了？霍昭愣着脸说道：店主，要不然我带人去看看。大长老说道：不用，你带人去苍玄大陆，务必救回世子。另外把整个苍玄大陆好好修理一番。霍昭说道。说完，霍昭手掌轻轻一挥，是那么身穿灰色长袍的老者出现了。你们三个去边境看看，你们是阵法师，对付那些大军作战更有优势。霍昭对着三名灰袍老者说道。遵命。三名灰袍老者离开了。大长老见状，也只能钦点兵马前往苍玄大陆救回霍世子。至于陈平他们是不是苍玄大陆的人，大长老其实也不知道，只是猜测而已。毕竟胡麻子是人族，不可能是犀牛城的人。而此刻边境上，犀牛城的战兵越战越勇。同时陈平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，手持斩龙剑，不断击杀着飞虎城那些精锐战兵。胡麻子则是掐动符咒，一片片的飞虎城战兵在胡麻子的符咒之下死亡。解仲躲在最后面，不断修复着身体，脸上满是担忧和期盼。他现在盼着八殿可以再派人过来，不要再派刚刚那么垃圾的人了，屁用没有，来了就被人瞬秒了。就在这时，三名灰袍老者到了，每个人手里还拿着一个黑色法杖。解仲简直顿时欣喜不已。三位大师，还请出手。解仲说道。别急，其中一名灰袍老者说道。说完，三名灰袍老者开始念动咒语，同时
道道符文在他们周围的虚空出现。与此同时，三股神秘的力量在不断蔓延。三道灰袍身影凌空而立，手中黑色法杖交织出诡异的符文网络。随着咒语声越来越急促，整个战场上空突然浮现出巨大的三角光阵，每个角都对应一名灰袍老者。三才绝灵阵起，为首的老者厉喝一声，法杖重重顿在虚空。汪！天地间灵气骤然凝固。犀牛城战兵们惊恐地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像被冻住一般，连最简单的战技都施展不出。风仙手中长刀突然重若千钧，白翼射出的箭矢在半途就无力坠落。不好！胡麻子脸色骤变，刚想掐诀，却发现符咒刚成型就消散在空气中。他额头渗出冷汗，这是专门压制灵力的上古禁阵。解虫见状狂喜，嘶吼道：“趁现在，全军冲锋！”飞虎城大军如潮水般涌来，失去灵力的犀牛城战士瞬间倒下大片。牛虻勉强架住两柄长矛，却被第三名敌兵刺中肩膀，鲜血染红战甲。陈平、胡麻子急呼：“这阵法！”雕虫小技！陈平冷笑，斩龙剑突然发出清越龙吟，他剑指苍穹，周身浮现9道金色剑影。破阵！9道剑光如流星般撞向三角光阵的某个节点。3名灰袍老者同时闷哼一声，阵法出现细微裂痕。陈平眼中金光暴涨，第二剑已接踵而至。斩龙剑化作百丈巨刃劈下，整个大阵剧烈摇晃。为首老者喷出一口鲜血，惊骇道：“他怎会找到阵眼？因为你们太蠢。”陈平突然出现在3人头顶。大哥，给你！牛虻见状，用力抛给陈平一面铜镜，这正是牛虻府上的铜镜，用来观看炼狱场中景象的。陈平接过铜镜，朝着3名老者照射而去。镜面映出3名老者惊惶的面容，他轻声道：“现在该我的主场了。”万象幻天术，青铜镜爆发出刺目白光，3名老者下意识闭眼。在睁眼时，周围战场已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无边无际的迷雾。幻术！左侧老者冷笑，区区幻境，话音未落，迷雾中突然伸出无数苍白手臂，将他拖入深渊。凄厉惨叫中，另外2人毛骨悚然。现实世界里，3名灰袍老者突然僵立不动，脸上交替浮现恐惧、狂喜、痛苦等表情。他们的法杖从手中滑落，阵法光幕如玻璃般碎裂。不要过来！其中一人突然抱头跪地，对着空气疯狂挥舞手臂。师兄，不是我杀的，是师父逼我的。另一人则痴迷地抚摸虚空，喃喃道：“师妹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”突然他表情扭曲。什么？你肚子里是大师兄的孩子？最年长的老者最是骇人，他撕开自己衣袍，露出胸膛上密密麻麻的诅咒符文，跪地磕头如捣蒜：“师尊饶命，我再也不敢偷学禁术了。”战场鸦雀无声，飞虎城士兵惊恐地看着他们倚仗的阵法师像疯子一样自说自话，有人甚至开始自残。解中面如死灰，双腿不自觉地发抖。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他声音发颤。陈平收起铜镜，轻描淡写道：“不过是让他们看看自己最恐惧的真相。”他转向胡麻子：“现在能动了。”胡麻子活动着手腕，黄色符咒重新在指尖凝聚。老骨头还能打？他看向那3个陷入幻境的老者，低声道：“这比杀了他们还狠。”确实如此。幻境中时间流速与现实不同，3名老者正在经历他们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循环。大师兄临死前的诅咒，心爱师妹与仇人的私情，偷学禁术被师尊发现的绝望，所有被深埋的阴暗秘密被血淋淋地挖出来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反复上演。啊！一名老者突然七窍流血，一掌拍碎自己天灵盖。另外2人也相继崩溃，一个咬断舌头，一个生生挖出了自己的眼睛。解众终于崩溃了，撤退！全军撤退！
但为时已晚。恢复的犀牛城战士如猛虎出闸，风仙的长刀卷起血色旋风，白衣的剑士每次离弦都带走数条性命。牛虻虽然负伤，却冲在最前。为了犀牛城，陈平没有追击溃兵，而是望向远方八殿方向。斩龙剑感应到主人战意，发出嗡嗡震颤。胡麻子走过来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在等更大的鱼。八殿不会只派这几个废物。陈平收起长剑，不过在那之前，他突然转身，剑锋指向某处虚空，看够了吗？空间泛起涟漪，一个戴青铜面具的身影缓缓浮现。不同于先前的黑衣人，这人腰间悬着8块玉牌，每块都刻着不同的凶兽图案。神殿巡兽使。风仙瞳孔收缩，小声对着陈平道：大哥，这次是真麻烦了。面具人没有立即出手，而是先看了眼那3个死去的灰袍老者，声音沙哑如金属摩擦。好一个万象幻天术，你的幻术跟谁所学？陈平不答反问，关你屁事。空气瞬间凝固，面具人周身爆发出恐怖威压。8块玉牌同时亮起，果然是你。没想到我只是巡视八殿，却碰上了我们神殿的敌人。你就叫陈平，我们的9殿、10殿皆是被你毁的吧？不错，是你爷爷我。陈平点了点头。反正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陈平也豁出去了。既然被发现，那就大方承认。面具人缓缓抽出腰间骨鞭，我会把你的神魂抽出来，挂在神殿魂灯上灼烧100年。胡麻子正要上前，却被陈平拦住，这个你对付不了。他轻声道，带大家撤走，不要恋战。陈平不知道这巡兽使的实力如何，不过肯定不低，估计要比霍昭那个8殿主还高，而且还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神殿其他人，所以陈平只能让胡麻子他们先撤退，到时候自己真不是对手的时候，还能找机会逃脱。打不过，跑还是没问题的。面具人冷笑，谁也别想走。骨鞭突然延长100丈，如活物般缠向胡麻子脖颈，但鞭影在半途就被一道金色剑光斩断。陈平不知何时已凌空而立，背后浮现出巨大的金龙虚影。你的对手是我。面具人终于认真起来，金龙，你是龙族的人？他猛地扯下面具，露出布满皱纹的脸，那就更不能让你活了。皱纹如蚯蚓般蠕动，转眼覆盖全身。他的身体开始畸变，长出鳞片和骨刺，最终化作半人半蛟的怪物。8块玉牌融入体内，在关节处形成狰狞骨甲。神蛟变！风仙失声惊呼：大哥小心，这是神族的上古神功。化身为蛟的面具人仰天长啸，声波震得方圆10里山石崩裂。他利爪挥出，5道黑芒撕裂空间，直取陈平咽喉。陈平不闪不避，斩龙剑突然分化万千，如暴雨般倾泻而下。你们快走！陈平大吼着。这神殿的巡兽使的气息让陈平都感觉到了危机，所以他必须要众人先走。大哥，我不走，我们帮你。牛虻和风仙要帮陈平。贤婿，我也不走。白衣也不走。陈平，我更不能走了。胡麻子说道。哦，你们快点滚，你们留下，反倒是我的。累赘，陈平只能骂街了。不过陈平说的是真话，若是他们留下，陈平还有分出精力保护他们。现在就算他不是对手，还能逃走。实在不行，就让赤云魔君附身，灭了这巡兽使应该没问题。可其他人若是留下，被那巡兽使控制，那陈平可就投鼠忌器了。众人听到陈平如此一说，全都呆住。最后胡麻子大手一挥道：撤退，别给陈平舔累赘了。众人开始撤退，而那谢仲带着飞虎城的战兵也算是逃过一劫，稍稍能喘口气了。不过也是损失惨重，剩下不到1/3的兵力了。